你下定决心要把跟了你好几年甚至10几年的烟瘾给戒掉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是不是很想立刻发个动态告诉全世界，我从今天开始要戒烟了？你觉得昭告天下，让所有人都来监督你，就能增加成功的几率？市面上很多戒烟 App 社群不也都是这么教的吗？但今天身为一个有15年烟龄，最后成功上岸的过来人，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完全颠覆你认知的真相。当你决定戒烟之后，最聪明也是最安全的做法，恰恰是闭上你的嘴，先不要告诉任何人。对，你没听错，因为告诉错的人，不仅完全不会得到你想象中的支持，反而会让你的这条路走得比登天还难，甚至直接导致你彻底失败。你以为的那些盟友、那些啦啦队，很有可能就是你戒烟失败的真正根源。大家好，我是志明。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跟你分享一小段我的过去。15年前，我还是一个资深设计师，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跟客户、跟改不完的图稿，还有跟手上的香烟打仗。每天1包是基本，压力大的时候2包、3包都不夸张。我觉得烟是我的灵感，是我的慰藉，是我唯一的朋友。直到有一次公司安排体检，我拿着那份报告，看着上面的数字和一排刺眼的红字，你知道吗？那种感觉比我面对过最挑剔的客户、改过最复杂的设计稿还要让人恐惧。那些冰冷的医学名词像一把把小锤子，敲碎了我所有的自我安慰和侥幸。就是从那天起，我才真正下定决心要跟香烟做个了断。而我今天之所以要拍这支影片，就是想跟你聊聊，在我戒烟的头1年里，那个我踩过最深、最隐蔽，也差点让我前功尽弃的坑，就是说错话、信错人。这件事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它就像一场赌注，你把我要戒烟这个脆弱又珍贵的决定交到别人手上，说对了人，他们会像定海神针一样，在你最动摇的时候稳住你，他们会成为你最强大的后盾。但是如果你说错了人，那你就像是亲手在自己走的路上一颗一颗的埋下地雷，你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炸得粉身碎骨。问题来了，你环顾四周，看看你的家人、你的伴侣、你最好的朋友、你每天见面的同事，他们之中谁是你的神队友，谁又会是那个让你万劫不复的猪队友呢？接下来我会用我自己的血泪经验，为你揭示你需要立刻马上敬而远之的5种人。相信我，这份10人指南比任何戒烟口香糖、尼古丁贴片都还要重要。大多数人的戒烟失败，往往不是因为意志力不够，而是被身边那些善意的关系给拖垮的。我先从最常见也最容易让你放松警惕的3种人开始说起，你听听看，是不是感觉特别熟悉？第一类人，我称之为过度热心的拯救者。这种人往往是你最亲近的家人、长辈，或是非常关心你的朋友。他们听到你要戒烟，表现得比你还要激动，真心一意地想帮助你。但他们的问题是方法完全错误，他们的好意最后往往会变成一种甜蜜的却足以致命的负担。我记得我刚开始戒烟的第1个礼拜，我一个非常疼我的阿姨，几乎每天晚上8点准时打电话给我。电话一接起来，第一句话永远是：志明啊，今天怎么样？有没有忍住？一根都没抽吧？一开始我还觉得很温暖，你看有人这么关心我，我会很骄傲地说：阿姨你放心，我忍住了。但到了第3天、第4天，这种感觉就变了。每天那个时间点一到，我看到他的来电，心里就咯噔一下。那通电话不再是关心，而是一场审问，一场考试。我感觉自己像个犯人，每天都要向狱卒汇报自己有没有乖乖听话。我的每一次正常对话都变成了一场关于戒烟的进度报告会。我甚至开始害怕跟他聊天，因为我知道无论我们聊什么，最后一定会绕回你今天抽了没，这种压力你懂吗？
那是一种你明明知道对方是为你好，但你就是感觉胸口像是被一块湿毛巾给闷住了。每一次他问你，那块毛巾就拧得更紧一点，让你喘不过气。更有甚者，他们会给你推荐各种偏方。我阿姨就给我寄来过据说能清肺的草药，味道一言难尽。还有朋友推荐我去参加一些打坐冥想的课程。他们的好意把戒烟这件本该是我自己的战斗，变成了他们的专案。我的成功变成了他们付出的证明。这会导致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依赖。你会下意识地觉得我戒烟是为了不让他们失望。当你某天真的撑不住，偷偷抽了一根，你心里最大的感受不是对自己健康的愧疚，而是完蛋了，我该怎么跟他们交代的恐惧。你看，主导权已经不知不觉地从你手上转移到了他们手上。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种拯救者，感谢他们的好意，但请温柔而坚定地告诉他们：谢谢你的关心，但我希望用我自己的节奏来处理这件事，你只要相信我就好了。第二类人，我叫他们无法理解的质疑者。这类人杀伤力更大，他们不会给你压力，但会从根本上瓦解你的决心。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抽烟有那么严重吗？你看隔壁老王抽了一辈子，还不是活到90岁？或者，哎呀，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嘛，干嘛对自己这么狠？还有一种更隐蔽的，他会说：我听医生说，偶尔抽一根对身体影响也没那么大啦。听起来是不是很善解人意？他们在用自己的经验、自己听来的小道消息来轻描淡写地评判你的重大决定。他们在告诉你，你的努力小题大做，没必要。尤其当这个人他自己也抽烟，或者有其他一些他自己也想改但改不掉的坏习惯时，你的戒烟行为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冒犯。你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的不自律和软弱。他潜意识里其实不希望你成功，因为你一旦成功了，就证明了戒烟是可能的，那他还在继续抽烟的行为就显得更加站不住脚了。所以他需要把你拉回到跟他一样的水平。他会在你最脆弱的时候递上一根烟，笑着说：来啦，就一根，没事的，庆祝你戒烟成功1个礼拜。这句话有毒毒，你知道吗？我以前就有个同事，关系还不错。在我戒烟第2周的时候，我们团队刚完成一个大案子，大家晚上去庆功。他拿着酒杯和烟盒走到我身边，拍拍我肩膀说：志明，辛苦了，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破个例嘛。你看你不抽，我们几个抽的都感觉怪怪的，好像排挤你一样。来，就一根，明天再继续戒。那一刻我真的动摇了，他的话术太高明了。他把为我好、不排挤我、庆祝这些概念打包在一起，递给我的不是一根烟，而是一份合群的邀请函。我拒绝了，但我看到他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或者说是尴尬。从那天起，我们的关系就变得有点微妙。这就是质疑者的可怕之处。他们用常理和人情作为武器，让你开始自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太偏激了？我是不是太不合群了？一旦你开始这样想，你的决心就已经裂开了一道缝。第3类人，他们是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这一类可能最让人感到泄气。你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像是宣布一个世界大发现一样，告诉你一个你以为很在乎你的朋友：哎，我跟你说，我决定戒烟了，我已经3天没抽了。你期待着对方会睁大眼睛，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说：天啊，太棒了，你怎么做到的？我真为你骄傲。但你得到的却是对方一边滑着手机，一边心不在焉地抬起头说：哦，是吗？不错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或者更常见的，对方会立刻把话题转到自己身上。哦，恭喜啊！哎，对了，我跟你说，我老板今天又……那一瞬间，你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充满气的皮球，被一根针瞬间戳破，所有的兴奋和成就感都漏光了。你必须理解，这不是因为他们坏，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你，而是因为每个人都被自己的生活问题搞得焦头鹅了。
你的朋友可能正在为房贷发愁，你的家人可能正在担心孩子的学业。你的戒烟在你的世界里是头等大事，但在他们的世界里，可能连前10都排不进去。他们没有多余的情绪价值来承接你的这份蜕变，他们的冷漠是真实的，也是无能为力的。但这种冷漠对一个刚开始戒烟的人来说，杀伤力是巨大的。它会让你觉得孤立无援，让你产生一种既然根本没有人在乎，那我这么辛苦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戒烟的动力如果有一部分是建立在渴望被看见、渴望被称赞之上，那么旁观者的冷漠就是对你最沉重的打击。所以你回想一下，在你宣布自己要戒烟之后，你身边的人分别是哪一种类型？是让你压力山大的拯救者，还是让你自我怀疑的质疑者，或者是让你感觉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旁观者？你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曾经因为告诉了谁你的决定而感到后悔的经历，让我们看看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困境。说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3种人虽然讨厌，但好像也还能应付，毕竟他们的出发点大多不是恶意的。但如果我告诉你这只是开胃菜呢？如果说前面这3种人只是在你戒烟的路上放了几个碍事的绊脚石，那么接下来我要揭露的这2种人，他们根本就是想直接把你推下悬崖。他们是真正的危险分子，是你戒烟路上最该提防的亲密敌人。他们往往伪装得非常好，甚至可能是你最亲密、最信任的人，就像披着羊皮的狼，在你看不到的暗处，用最温柔的方式，系统性的破坏你的决心。辨识出他们是你这场战争究竟是走向胜利，还是惨败收场的真正关键。准备好了吗？我们来揭露第4类人，这也是我认为最危险的一种，害怕你改变的隐性操控者。这种人通常是你的伴侣，或是与你有着深度利益捆绑的伙伴。他们不会像质疑者那样直接挑战你，反而他们会用一种充满爱意和怀念的口吻对你说：亲爱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你以前喝点小酒、抽点烟的样子，感觉比较放松，比较有趣。或者你最近戒烟，脾气好像变差了耶，整个人都好严肃，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了。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像情话，像撒娇，像一种亲密的抱怨？但你一定要撕开这层糖衣，看清它最核心、最黑暗的本质。他们不是真的喜欢那个放纵的你，他们是喜欢那个在酒精和尼古丁影响下更好被影响、更好被预测、更没有清晰主见的你。我给你讲一个我听来的最让我毛骨悚然的真实案例。我有一个客户，我们叫他王总，他是个房地产开发商，事业做得非常大，压力也大到超乎想象。多年来啊，他一直靠着每天2包盐和晚上的威士忌来扛着。他的太太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完美的贤内助，温柔体贴，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从不让王总操心。后来，王总因为一次心悸被医生严重警告，下定决心戒烟戒酒，过程非常痛苦，但他挺过来了。几个月后，他整个人脱胎换骨。他不再是那个每天回家累到只能瘫在沙发上，对所有事都说你决定就好的男人了。他的头脑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他开始在早上6点起床，看财经新闻，分析市场趋势。他开始质疑公司里一些老成的决策，甚至否决了几个他以前会毫不犹豫批准的专案。他变得更果断，也更有攻击性。在家里，他也变了。他开始对太太的理财方式提出疑问，他对孩子的教育规划有了自己的想法，他甚至对他们每年要去哪里度假都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方案。他不再是那个可以被轻易安排的工具人战夫了。有一天晚上，他们为了一笔投资产生了争执。他太太看着他，眼神非常复杂，悠悠地说了一句：我发现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那个喝醉了会跟我撒娇，抽着烟听我说话的你。现在的你太精明了，让我感觉很陌生，很累。太精明了，这3个字像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王董。他那一刻才明白，
他太太多年来的贤惠，其实是一种精密的、温柔的操控。他享受着他因为烟酒而变得迟钝、疲惫、顺从的状态，那让他可以牢牢掌握整个家庭的决策权和主导权。而当他戒烟戒酒，变回一个清醒、强大、有主见的男人时，他感觉到的不是为他高兴，而是失控。他失去了他的权利。这就是隐性操控者最可怕的地方。他们爱的不是你，而是那个被尼古丁麻痹的、听话的、没有威胁的你。你的清醒就是对他们控制权的最大威胁。所以，当你身边最亲密的人用怀念过去的方式来劝你复习时，你一定要敲响警钟，问问自己：我的改变是不是威胁到了他的什么？接着是第5类人，这一类同样常见，而且极具迷惑性，拉你下水的戒烟猪队友。当你告诉一个同样抽烟的朋友你要戒烟时，他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太好啦，兄弟，我也早就想戒了。择日不如撞日，从今天起我们一起戒，互相监督，谁要是犯规就请客吃饭。”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热血、特别棒？找到了革命战友，对吧？错，大错特错，这往往是灾难的开始。有一句老话叫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一个盲人带着另一个盲人走路，这就是戒烟猪队友最真实的写照。你想想看，戒烟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压力极大的事。你现在不仅要背负自己内心天人交战的痛口，你还无形中承担了另一个人的成败责任。你会开始比较，他今天看起来状态不错，我是不是也该更坚强一点？或者他今天好像心情很差，快撑不住了，我得去鼓励他，好累呀。你们的关系从朋友变成了一种脆弱的、互相牵制的戒烟同盟。而最致命的是，其中一个人失败的时候，只要你的这位队友某天垂头丧气地跟你说：“兄弟，我不行了，我今天抽了，太难了，我放弃了。”这句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就像一张许可证，一张让你也可以失败的通行证。你心里那个一直想放弃的小恶魔会立刻跳出来大喊：“你看，不是我意志力差吧？他都失败了，这件事根本就不是人能做到的。既然他都放弃了，那我也就算了吧，这不丢人。”一个人的失败成了另一个人放弃的完美借口。本来你只需要跟你自己的心魔战斗，现在你等于是在一个充满诱惑和借口的战场上腹背受敌。这就像厨房里的厨师，人越多不代表菜会越好，反而可能互相干扰，最后做出一锅大杂烩。戒烟这件事，厨房里的厨师越少越好，最好从头到尾就只有你一个厨。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和任何人组成戒烟联盟。你们可以互相祝福，但绝对不要互相捆绑。你的战争只能也只该由你一个人来打。听起来很可怕，对吧？我们分析了拯救者，分析了质疑者、旁观者，甚至揭露了最阴暗的操控者和最坑的猪队友。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分析别人，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场战争真正的关键到底是谁？在这里，我想跟你分享一句我认为是整个戒烟心法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句话。如果你今天只能记住一件事，我希望就是这件，那就是关于戒烟，关于戒掉任何成瘾行为，你唯一需要进行也是最重要的那场对话，是你和你自己的内心对话。你听明白了吗？不是你和父母的对话，不是你和伴侣的对话，不是你和朋友的对话，是你和住在你心里那个想抽烟的你，那个想放弃的你，那个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你之间的对话。外界的支持很好，但那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外界的反对和诱惑很糟，但那也只是外部的噪音。真正能让你成功的是你内心的声音是否足够响亮、足够坚定。当你不再需要向外界去证明什么，当你不再渴求他人的认可和掌声时，当你把戒烟这件事从一个需要被别人看见的表演，变回一个只关乎你自己健康和尊严的承诺时，你才真正拿回了这件事的主导权。你的决心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强大的靠山，其他人都只是风景。
你不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也不再需要任何人来监督你的进度，因为你就是自己最严格的监督者，也是自己最温柔的鼓励者。在夜深人静，烟瘾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帮你，能在那一刻对心里那个声音说不，我们今天不抽的，只有你自己。当你成功度过一天，能发自内心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句“嘿，兄弟，干得漂亮”的，也只有你自己。这种源自内心的力量感和掌控感，是任何外部的赞美都无法给予的。它让你感觉你不是在失去抽烟的权利，而是在赢回自己人生的主权。所以，从分析别人回到审视自己，问问你的内心：我准备好只为自己打这场仗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成功了50%。所以啊，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一点，夺回了主导权之后，我们该怎么做？总而言之，戒烟它不是一场需要敲锣打鼓的公开表演，而是一场高度个人化的、需要精密策略的战争。学会策略性的保持沉默，在你的决心还像一棵小树苗的时候，保护它不被外界的狂风暴雨所摧残，这是你能做的最好的防疫。避开我们今天提到的那5种违建人物，就是为你的小树苗建立起最坚固的温室。那么问题又绕回来了，难道我真的谁都不能说吗？也不是，答案很简单，可以告知的对象只有2类，而且必须严格筛选。第一类是那些真正无条件支持你，并且过去有过成功支持他人的人。注意，无条件和有成功经验这2个词缺一不可。他不会评判你，不会给你压力，只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个拥抱，说一句我相信你，然后就走开，让你独自战斗。这种人是稀世珍宝，如果你有幸拥有，请务必珍惜。第2类是那些会直接被你的戒断症状影响到的人，比如你的同居伴侣，或是你最重要的事业伙伴。你需要提前告知他们，不是为了寻求监督，而是为了管理他们的预期。你可以这么说：我最近在戒烟，初期可能会因为戒断反应变得比较烦躁、没耐心，或是精神不集中。如果我有什么地方让你感觉不舒服，请你提前包容一下，也请提醒我。我需要你的理解，而不是你的监督。你看，这样说就把对方放在了盟友和协作者的位置上，而不是监管者。除了这2种人之外，多说无益。这套顶级的戒烟心法是我花了15年用自己的肺和心悟出来的。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哪怕一丝启发，请你一定现在就按下订阅，打开小铃铛，因为我会持续分享更多这类真正能帮你夺回生活主导权的干货。另外，你也知道，像这种太过真实、揭露人性的内容，可能说不准哪天就会消失。我强烈建议你立刻按个赞，同时把影片保存下来，在你动摇的时候反复观看，它会成为你戒烟路上最强的心理防线。